欢迎收听《生命的光》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蛮特别的主题哈。我们会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，一份关于鱼饵石的研究报告，还有一些相关的神学思考，来看看这些小小的石头到底藏了什么生命的奥秘，还有这个跟我们说的管家责任，有什么关系？这主要是根据那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团队的研究啦。他们分析了1000多颗鱼的饵石，那个东西，就像鱼的黑盒子一样。对，生物日志。没错，没错，像金底雕啊、摩拉巴底雕，就是我们市场可能看到的那些。研究发现说，环境变了，比方说海水温度变高，对这些鱼的生长影响很大。像东南亚的金底雕，好像摄氏30度左右长最好，再高，就长得慢了。对，这个其实就直接关系到我们的食物来源问题了。真的，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觉得，哇，好神奇！这么小的石头记录这么多事。那从信仰来看，资料里面提到一个说法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，饵石不只是科学样本，更像是上帝刻在生命里的诗篇。这个比喻很好。对啊，每一条纹路都像是造物主写的小小生命史诗。我就想到诗篇说的：“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庇我。”这种看顾是不是也给了所有生命，不只是人呢？你这个连结很有趣哦。这个科学发现，比如说温度对金底雕的影响，或是那个什么印度洋偶极现象对澳洲鱼群的影响，这些都正好跟神学讲的管家职分，就是 stewardship 可以对话。对，创世纪说要治理这地嘛。对，但很多人解释，那更像是一个园丁的角色啦，是好好照顾，不是让你随便去剥削。是照顾。对。鱼饵石的研究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生态系统设计的多么精密，每个物种都是一个环节。你如果破坏它，其实就是没有尽好管家的责任。所以像科学家说的，要有禁渔期呀，或者抓多少要有配额，这个跟圣经讲的安息年，对，精神很像，让土地休息那个。没错。就是要承认说，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啦，是上帝的，要让受造物有机会喘口气，回扑一下。了解了解。资料还提到一个词，这个我一开始有点疑惑，万物有灵啊，这个要小心解释。对，听起来很容易变泛灵论，但他有特别说是引用希伯来文那个 nephesh。是的 nephesh 指的是有生命气息的受造者。那从这个角度，鱼的灵性是体现在哪里啊？这里的灵性不是说他们有跟人一样的灵魂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比较是强调说他们作为上帝造的生命，本身就有价值，有他们特定的可以说是职分吧。职分？对，比方说他们对环境的反应，他们的本能，像是很准确的回游，这个就很厉害啊。真的耶。或者在生态里面扮演的角色，有些鱼是珊瑚礁的清道夫嘛，这些都是上帝设计的一部分。就像神学家阿奎那说的，万物好像是上帝的外在语词，每一片鱼鳞，每一颗饵石，其实都在默默地述说他的智慧。哇，把科学研究看作是解读自然这本书的工具，或是自然神学的实践，这个想法也很有趣。确实啊，像中世纪那个修士罗杰培根，他就觉得你去探索自然的奥秘哦，就好像在听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说好那个声音。那你看鱼饵石记录下来的生物为了适应环境，他们的那些策略，甚至有些年轮还有伪装效果。还有伪装？对啊，这不就好像罗马书说的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吗？真的耶，透过受造物认识神。对，还有你想想，早期教会不是用鱼的符号 Ichthys 吗？代表救恩。是啊，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鱼饵石的研究，能够让我们对所有的生命多一份敬畏之心，那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提醒吧。提醒我们去学习尊重万物，也算是预备我们去迎接那个万物最终在基督里都要更新的那个盼望。
总结来说，这些鱼饵食不只是科学上很重要的生命记录器，能看出气候变迁的影响。从信仰来看，他们也是上帝那种无微不至的创造跟看顾的证据。对，这真的提醒我们，身为地球的管家，那个责任感还有敬畏的心要更深才行。没错。所以这就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一下。哦，就是说，你想想看，这些看起来这么不起眼的小石头，里面竟然藏了这么多生命的故事，还有神圣的信息。那如果我们开始试着用这种欣赏精密设计跟内在目的的眼光，去看待我们身边那些平常可能不太注意的受造物，想是哪怕是一棵草、一朵花，或是一只小鸟、一只虫，如果我们用这种眼光去看，这会不会改变你平常过日子的态度、你的选择，甚至会不会影响你决定要吃什么放在你餐盘上的食物呢？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好的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